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灵薇和姐姐在同一天嫁人，姐姐嫁给人帅稳重的兵哥哥，而她只能嫁给邻村无所事事的街溜子。本以为这辈子都比不上姐姐，只能过被人瞧不起的生活。没想到结婚后，街溜子老公发奋努力，竟然在短短10年的时间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首富。唐灵薇也顺利生下一儿一女，凑成一个好字，过上令人羡慕的富太太生活。而姐姐嫁的兵哥哥，不仅没能让她当上官太太，还在一起次任务中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因为无法再待在部队，只能被迫转业，从此成了普通的食品厂工人，勤恳工作10年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姐姐气火攻心，让好不容易怀孕的自己竟意外流产，还被医院告知，因为多次流产导致以后再不能当母亲了。唐灵薇心疼刚流产的姐姐，送去家里各种的补品，谁料姐姐趁着要出门散心的机会，竟把唐灵薇推下悬崖，而自己因为一时失足，也跟着掉下悬崖，想要害人，却终害己了。唐灵薇在醒来时，就回到和姐姐一同选男人的那天。姐姐唐夏瑶抢先走到父母身边，发誓要嫁给刘展阳。爸妈，你们就答应我吧，我和展阳是真爱。糊涂，瑶瑶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母亲拉她到一旁，却听唐夏瑶压低声音地说：妈，我和展阳已经在一起了，你和爸要是不同意我嫁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看着姐姐异常的举动，唐灵薇终于确定姐姐和她一同重生了。唐灵薇皱眉地走近母亲：妈，我也想嫁刘展阳，2女选1夫，那可咋办？她故意的制造难题，毕竟太容易得到，对姐姐而言总是让她心里不踏实。不等母亲开口，唐夏瑶将她拉到一旁，一脸笑地说：薇薇，你不是一直想嫁当兵的，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，你不会害羞了吧？姐，楚静燕可是潜力股，你自己说的，我怕你以后反悔。唐夏瑶有些着急的拽着母亲去了里屋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包袱，交给妹妹才说：薇薇，这是娘给你准备的嫁妆，希望你能幸福。见事已至此，唐灵薇只能答应了，自己会嫁给楚静燕。见她妥协，唐夏瑶一脸幸福的去找刘展阳了，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当天就在他家过夜，还毫不避讳地说，过了今晚，他们夫妻俩就要去城里买房子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但唐灵薇只是静静地看着，并不打算告诉姐姐，真正有经商头脑的不是刘展阳，而是自己，而她也更不会阻止姐姐嫁给人人瞧不上的刘展阳。毕竟在上一世的时候，被自己亲姐姐推下悬崖，恨不得她死，一幕幕的在脑海里闪过，早就让她冷漠至极了。薇薇，你姐嫁人了，你明天也要嫁给楚家小子，以后的日子，你们姐妹俩要好好帮衬着，别让村里人瞧不起。母亲抹着泪地说。唐灵薇假装撒娇的投进母亲怀里：妈，姐姐以后是要当富太太的，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瞧得上我这门穷亲戚。听了她的话，母亲心里一喜，只要她大女儿过得好，给小女儿的那些嫁妆也算没白花了。父母都偏袒其中一个孩子，但像她爸妈这样只心疼大女儿的，
毕竟是少之又少。唐灵薇淡淡的一笑：“妈，谢谢你和爸给我的嫁妆，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，当妈的自然希望你们都过得好。”送走了小女儿，母亲心里一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如果真如大女儿说的，刘展阳会成为首富，踩着改革开放的好形势，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，那自己就跟着吃香的喝辣的，光是想想都觉得心里美滋滋了。那还管得了？小女儿嫁给一个当兵的，穷困潦倒一生，人各有命，这也是当妈的为能为力的事。3天后，唐灵薇也嫁人了。她坐在房里等着新郎官，许久，门才执拗一声被打开，一阵凉风袭来，让她没忍住的打个喷嚏。“你感冒了？”楚静燕递给她一杯热水，憨厚的笑容让她心里一喜，这一辈子能够如愿嫁给他，此生也无憾了。原来在他心里早就暗恋楚静燕了，只是上一世时姐姐抢着嫁给他，还为了怕自己嫁得比他好，硬是给唐灵薇找了最差的一个男人，还抬出母亲压他，家里不养闲人，女人到年龄了就要抓紧嫁人，别等到人老珠黄，没男人肯要，成了全村的笑话。唐灵薇哭着嫁了，当晚就被喝醉酒的刘展阳一顿拳打脚踢，喜房里一片狼藉。庆幸的是，他第2天还活着。婚后的日子就这样别扭地过了半年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刘展阳要去南方闯一闯，因为怕自己吃不好，没人伺候他，便带着唐灵薇一起走了。谁成想1年后，他们竟然衣锦还乡，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让全村人都羡慕不已。一问才知，刘展阳因为发现商机，做起服装的生意，在改革开放的好时机，挣到人生的第1桶金。后来一发不可收拾，从一个小老板成了远近有名的企业家，有了自己的服装厂，还有另一双儿女，俨然成了人生赢家。可再看看唐夏瑶，当年抢着嫁的兵哥哥，因为受伤转业回家，在一家食品厂上班，勤勤恳恳干了10年工人，都没钱在镇上买一处房子，夫妻间的感情也是争吵不断，最后闹到离婚收场。唐灵薇正回忆着往事，并未察觉楚静燕走近了他，将一本存折递过来：“这给你，我们才刚结婚，你就把存折给我，就不怕我把钱都花光了？”被他凝望，楚静燕脸瞬间红了：“把钱给你，就是让你随便花的。那个，他竟欲言又止了。”瞧他为难的样子，唐灵薇故意凑近的一笑：“有话就说呗，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我听大姐说，你一直想嫁给刘展阳。”唐灵薇没有想到，姐姐竟一点瞧不得她好，就算自己嫁人了，还要背地里离间他们夫妻。你是前途无量的兵哥哥，而他刘展阳只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你觉得有正常思维的女人会选哪一个？说话间，他温柔攀上他的脖子，娇柔的笑让楚静燕脸红到脖子，轻咳一声：“我会选你。”答非所问的话让唐灵薇十分满意，她凑到薄唇亲一口，才娇滴滴地说：“我也会选你，不过这次换他话说一半了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唐灵薇笑着从脖子上取出一个玉佩，递到他手心，才说：“这是我在庙里特地为你求的，虽不是值钱的，但却是能保平安。你以后不是一个人了，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小心谨慎。”“好。”
楚静燕的父母去世多年，一直是孤儿的她，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在意的感觉，让她此刻的心里暖暖的。两人刚要关灯睡觉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打开门，竟是部队里的战友。简单的跟他说明情况后，战友就去门外等着了。有临时任务，我不得不离开。他为难的开口，毕竟是新婚之夜，没哪个女人不会生气吧。唐玲微笑着握住他的手，温柔地抱一下他的窄腰，才柔声说：救人重要，但也要活着回来，别忘了，我还在家里等你。好。楚静燕临走时，在他额头亲一下，才红着脸的离开。他这一走就是2个月，再回来时已经是初冬了。微微，他笑着站在门口，行李还来不及放下，唐凌薇就一头扑进他怀里，突来的亲昵让他脸颊又无端的红了。他身上独有的淡淡花香味，让楚静燕心里一阵躁动。原来班长说的都是真的，女人身上都是香的。你脸红了？嗨嗨，我是热的。楚静燕为了掩饰尴尬，递给他一个包裹，这是我在商场买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唐凌薇满心的喜悦，看着手里的红色毛衣，爱不释手了。直到两人要进屋时，他才后知后觉发现门框上放着一个拐杖，而一旁的战友这才为难开口：嫂子，楚副营长他腿受伤了，跟我进屋。唐凌薇临走时又看一眼他的战友，谢谢你送他回家。说完就拉着楚静燕匆匆走进房里了。进屋后，他把门关上，才一脸急切地望着他脱衣服。楚静燕有些为难，毕竟是青天白日，就这么做晚上的事，让他脸颊又红了。微微，我饿了，不如我们先吃午饭呗。我想看你伤口。听他这么说，楚静燕才撩起裤腿，伤口被纱布包扎着，但从白色纱布染上的血迹就能猜出来，他伤得很严重。会影响走路吗？他急忙摇摇头。那就好。唐凌薇递给他一个热毛巾，擦把脸吧，我去厨房做午饭，西红柿鸡蛋面，行吗？我啥都吃。他讨好地说。唐凌薇眼眶微红地瞪着他，许久才说：楚静燕，明天陪我去庙里一趟。我知道你是党员，但这次必须听我的。好。他忍住的泪水终于在这一刻滚落下来，正好落在楚静燕的手背上，让他心疼地抱住了唐凌薇，凑在发丝间亲吻一下，才低声说：我发誓以后再不让你担心了。有家人的在意，让他一颗心都被爱填满了。如果可以想一直这么抱着他。嗨嗨，门外传来咳嗽声，拥抱的两人慌忙松开了。唐凌薇转头望向门口，竟是姐姐和刘展阳，两人提着营养品，看来早听说楚静燕重伤回家了。他一时倒忘了，姐姐也是重生回来的，自然知道楚静燕会受伤，而且因此而改变命运，这是故意来看笑话的。大白天的就亲热，也不避避人。唐夏瑶打趣地说。他一旁的刘展阳瞥一眼拽着拐杖的楚静燕，故意的开口问：妹夫，你这腿受伤了，以后还能跑步吗？我可是听说部队里每天都要晨跑训练。楚静燕眉头一皱，慵懒地回答：暂时是跑不了，以后的事只能看恢复情况再说了。他说的模棱两可，正好让刘展阳得意的一笑。
我们这次要去南方做生意了，要是做得好，以后带你一起，省得你在部队里苦哈哈地熬着。姐，姐夫，你们吃午饭了吗？唐玲微笑着岔开话题。我们早吃过了，就是来看看妹夫，现在人也看了，我们就去村口坐车了。对了，这是给妹夫的营养品，腿伤可不是小事，好好养伤，不然万一腿废了，想当兵都难了。唐夏瑶说话间，肆意打量着楚静燕，长得确实一副好皮囊，只可惜命不好，也就配跟自己妹妹过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。而她很快就要成为首富的太太，成为全村人羡慕的对象，是她这个傻妹妹一辈子也比不了的幸福女人。姐，既然你们着急赶车，那我送你们。唐凌薇送走了唐夏瑶夫妻，再回来时发现桌上已经摆好饭菜，2碗西红柿鸡蛋面冒着热气，满屋里都是饭香味。他心疼地看一眼他，你都受伤了，还抢着给我做饭，不想要自己这条腿了？我是小腿受伤，又不是手伤了，下碗面又不费啥事。那就赶紧坐下吃面。唐凌薇望着大口吃面的男人，竟看得入迷了。楚静燕的五官力挺，小麦色的肌肤并未影响她的颜值，相反让她更显得俊朗英气，不过是一眼就让她心里砰砰乱跳了。怎么不吃？楚静燕发现他在发呆，脸颊红红的，以为他发烧了，摸一下额头，却让唐凌薇脸颊更红更烫了。我没事，那个你在部队的时候也跟女战友一起吃饭吗？想到这里，他心里一阵泛酸了。楚静燕看出他吃醋了，用指尖轻挑他的尖下巴，让两人平视才说，我这2月有1个半月在执行任务，还有半月是在医院待的，所以并没有机会见到女战友。哈哈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你赶紧吃完，我再给你盛一碗。唐凌薇拿着空碗想走，却被楚静燕扯住小手，微微，我受伤你生气了。自然，走的时候是一个全虚全矣的人，任务回来就把腿给摔断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他说着，眼泪又在眼眶打转了。楚静燕温柔地拭去他眼角泪水，才一本正经地说，等养好腿，我又是全虚全矣了，而且这次能在家待1个月，我还赚了呢。既然这样，明天开始我们就去镇上找房子。好。他笑着点头。你都不问，就一通的点头说好。楚静燕憨憨一笑，只要你做的决定，我都双手支持你。那如果是我姐嫁给你，你也这么宠着她吗？他摇摇头。她就算想嫁，我还不打算娶她。任何人成为夫妻，那是需要缘分的。听完他的话，唐凌微笑着迎上他眸子。楚副营长说话一套一套的，听着就是好听。我说的镇上离你们部队很近，以后你周末休息的时候也能来我服装店帮忙，好吗？好。咋我说啥你都说好，你有没有主见？楚静燕温柔地摸一下他的头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那我杀人放火呢？他打趣地说，那我就替你赔上这条命。他无尽的宠溺让两人相视而笑了。第2天，唐凌薇2人就收拾东西，坐车去了镇上，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来，准备从明天开始找房子在镇上安家落户了。半月后晚上时，唐凌薇收拾完厨房，就端来一盆热水。你腿受伤了，
医生没说不能泡脚吧？他憨厚地摇头。那你自己在这泡脚，我去隔壁串个门。把那瓶罐头带上，还有那几个苹果。张婶家有2个小孩，以后少不了邻里照顾，咱别太小气了。楚静燕刚说完，就看到他缓缓走近自己，眉眼含笑的神色，让他脸颊一红，以为他要亲自己，却不想唐凌薇只是来拿床上的外套，让他空欢喜一场，心里有几分失落。唐凌薇看到他在皱眉，用手抚平了眉头，才笑着凑在耳边低语地说：乖乖在家泡脚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。听他答应，唐凌薇竟扑哧笑了。楚副营长，你还真是惜字如金，除了说好，你还会说什么？等我回来了，咱俩慢慢聊。唐凌微笑着走出了家，往隔壁的张婶家走去。一进门，他就开门见山地说：张婶子，我想租你家的房子。行啊，1月200，押一付2，合同一签，明天我就给你把房子打扫好。唐凌微摇摇头：张婶子，我还要进货，没有那么多钱交房租，不过我可以跟你谈个合作。说吧。张婶子的男人常年在外打工，家里很少有人来，唐凌薇能来跟他聊天，他心里乐着呢。房租咱俩1人1半，全当你入股我的服装店，每月咱俩3-7分，这样一来，我省了房租，你多赚一笔收入。张婶子没多想，就直接答应了。小唐，你真是脑子灵活，是做生意的料，不过你跟我3-7分，我是不是占你便宜了？万一分你的钱还不够100，那你岂不是吃亏了？张婶子笑着摇头：不可能，我听你说的那些南方的事，就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，婶子信你，这事咱就这么定了。你丈夫是文化人，让他拟好合同，我们明天就签合同。好嘞。唐凌薇哼着小曲回家，远远的就看到楚静燕在桌子旁看书，聚精会神的样子，让她一眼就看吃了。你回来了？回来一会儿了。看书累了吧？我去给你冲杯麦乳精。楚静燕伸手扯住他的手，坐下来聊会儿。好啊。谁料楚静燕却起身去厨房了，再回来时手里端着一杯麦乳精，递给他，才温柔地说：喝吧。我不渴，你喝。楚静燕听话的端起杯子喝一口，才又递给他，现在轮到你喝了。唐凌薇一想到两人算是间接接吻了，脸颊瞬间就红了。想不到一向木讷的楚静燕也这般会撩人，看来自己是捡到宝了。真好喝。他捧着杯子，嘴角荡起一丝笑意。楚静燕伸手拭去他嘴角的麦乳精，一脸宠溺地说：你若想喝，我每天都给你冲。楚静燕，这样的话你对几个姑娘说过？我发誓只对你说过。楚静燕被他盯得脸红了，但看唐凌薇的眼神却有几分不清不楚了。我还喜欢糖葫芦、烤红薯，还喜欢雪天的漫步，你都记住了。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楚静燕猛地点点头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这辈子都铭记于心。跟你开玩笑的。他刚要起身去倒洗脚水，却被楚静燕攥住小手，凑近他低语地说：可我是认真的。说完，在他耳边轻吹口热气。这一举动看似随意，却惹得的唐凌薇心脏漏跳半拍，脸颊更红了。楚静燕，我以为你是一个木讷稳重的人，
原来你这么会哄女孩，我对你越来越不放心了。楚静燕一张俊脸，也是又红又烫。微微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对你说这样的话，你不喜欢吗？那我以后不说了。别，继续说，我喜欢听你这么说，不过你这话一套一套的，是谁教你的吧？他狐疑地问。楚静燕从书桌的抽屉里拿起一本书，才脸红地说，这是战友塞给我的，说是教人说情话的恋爱宝典，我刚才看了一页，你就回来了，根本来不及学。唐凌薇接过书来，只是随意地看了2页，就是一本普通的言情小说，根本算不上恋爱宝典。你被骗了，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，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相恋，又因为误会分手，最后久别重逢的爱情故事。不过这个男主似乎又爱上别的女人，并不算痴情专一的男人。以为他在点醒自己，楚静燕一本正经地开口，我是一个孤儿，庆幸你给我一个家，我不想再发誓，你就监督我以后怎么做。好，我一定认真监督你，从楚副营长到楚团长，看着你一步步地变得更好。情到浓时，楚静燕低头吻上他的粉唇，两人相视而笑了。张婶说的对，自己能够嫁给楚静燕，是她捡到宝了。病假休完，楚静燕就要返回部队，因为两人现在在一个城市，所以周末的时候她是可以回来的。但一想到两人分别，她还是微微皱眉。放心好了，你不在的日子，我有张婶帮忙，服装店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唐凌薇安慰地朝他一笑，楚静燕依旧皱眉，直到他踮起脚尖再薄唇亲一下，才见他脸色缓和。微微，这是部队的电话，有事随时打给我。想你也能打电话吗？他笑着问。楚静燕凑到耳边低哑地说，我希望你每天都给我打电话。微微，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，这次回部队可能要好久才回来，或许要到冬天下雪时了。唐凌薇环住他的窄腰，还轻柔地捏一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，下雪好啊，等你回来时，咱俩就能一起吃火锅，一起赏雪景，想想都美。话虽如此，但真当楚静燕走了，唐凌薇就开始郁闷起来。除了忙着卖衣服的时候，只要一闲下来，就开始发疯地想他了。想他，就去部队瞧他呗。张婶子笑着递给他2个肉包子。自从两人合伙开店，唐凌薇的1日3餐就被他承包了。本来自己就喜欢做饭，不过是添双筷子的事。而且他也喜欢唐凌薇，聪明伶俐的女人，又懂得挣钱，估计没人不喜欢吧。我才不去呢，一来一回耽误做生意，还花不少的车费。你真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每月能挣几百块，还舍不得那几块的车费。张婶子没好气地对他。唐凌薇吃一口包子，才说，张婶，我想来年开个服装厂，不仔细攒钱，那梦想何时实现？你还真敢想，开个服装厂，可是要花不少钱。听婶子一句劝，女人别太要强，还是依靠着男人才能幸福一生。你家那口子，人长得帅又是当官的，你就不怕他有外心？咱们当女人的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男人。唐凌薇这时已经吃完1个包子。张婶，男人不是抓牢的，得他自己愿意留在身边才行。而且我家的男人是绝对不会变心的，
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说完，他又咬一口包子，满嘴都是肉香味，心里顿时满足了。张婶，你包的包子真好吃，天下无敌了。等我有钱了，给你开个包子铺，你保证能挣个盆满钵满。我这手艺可是跟我娘学的，一般女人还真比不了，不过真能开店。唐灵薇3两口就吃完2个包子，喝一大口小米粥，才点头地说：张婶，我不是吹捧你，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而且咱们女人能自食其力，比依靠男人儿子活着更有滋味呢。张婶听完他的话，竖起大拇指：小唐，你是我见过最有能耐的女人，你家楚副营长娶了你，才是他祖坟冒青烟呢。唐灵薇又开始怀念他了，在想他现在吃的什么饭，有没有给自己写信，还有在想他啥时候能再休假，两人就可以整天守在一起了。本以为在一个城市每周都能见一面，想不到楚静燕时常会有任务，所以两人在上一次分别后已经快3个月没见了。下雪了，唐灵薇望着窗外的雪花，竟看得入神了，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楚静燕。唐灵薇门外站着一个女人，定睛一看，竟是唐夏瑶。走时她一脸的春风得意，想不到才几个月未见，竟变得有些憔悴了。姐，你从南方回来了。唐灵微笑着走近她了，想要拉姐姐进店，却被唐夏瑶躲开了，脸色苍白地望着她。唐灵薇，刘展阳有赌博的毛病，你一早就知道吧？姐，你这说的啥话？我跟姐夫从未单独见过面，你都不知道的事，我又怎么会知道？见他一脸无辜的神色，唐夏瑶也终于冷静下来。刚才是他气糊涂了，才会口不择言，但现在观察来看，唐灵薇应该没有重生，自然也就不会知道刘展阳以后要发生的事。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吓我呀！唐灵薇扯一下他的衣角，才将他拉回现实。微微，我和你姐夫在南方做服装生意，想不到你也开服装店了，生意好不好？我是给老板打工，每月几10块的工资，没挣多少。听他这么说，唐夏瑶满意的一笑，咱们女人就是嫁汉穿衣，能混个温饱就知足了。不过你姐夫有能力，才去南方不到半年，就已经挣了几千块钱。你要是想挣点零花钱，姐可以带你一起干，你只要出钱就行，辛苦和风险我们担着。唐灵薇为难的皱眉，姐，我也不瞒你了，自打和楚静燕结婚，他人不在身边，连钱也没给我1毛，就我挣得这几10块钱，还不够自己吃喝呢。看他苦大仇深的样子，唐夏瑶心里也平衡了，但还是装好心的安慰他：微微，等以后楚静燕当了官，你就是军官太太，就有享不完的好日子过了。姐，他榆木疙瘩一块，能当军官？我咋看着不像那块料？唐夏瑶安抚地拍一下他肩膀，人不可貌相，说不定哪天他就能当军官呢。就算不能当官，当一个军嫂，那也是挺光荣的。好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就先走了。姐，你不吃肉包子了？我们老板家的肉包子可香可好吃了。一听肉包子，唐夏瑶一阵反胃，我已经吃过饭了。他为了不嗅到包子的气味，急匆匆地跑向对面街道了，逃之夭夭的神色，惹得唐灵薇眉头一挑地笑了。
那就是你大姐。张婶问。也是让我认清事实的人儿。她似乎看不得你好。唐玲微笑着望向天空的雪花，所以我才骗她。张婶，刚才谢谢你，没有揭穿我的谎言。傻孩子，我们是朋友，你讨厌的人，我当然也不喜欢。我刚蒸的肉包子，才不要给这样的人吃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唐玲薇手里接过一个肉包子，有大快朵颐地吃起来。然而身旁竟多了一个人影，挺拔的身姿以及帅气的脸庞，让张婶推一下一脸吃相的人儿。喂，别贪吃了，你男人回来了。啥？张婶抢过他手里的包子，指了指树旁的男人，就在那呀。唐玲薇望向树旁，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男人，小跑着一头撞进他怀里。你咋突然回来了？下雪了。是啊，刚下的雪。唐玲薇还没反应过来，楚静燕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地瓜，给，还热乎呢。你还记得我最爱吃烤地瓜？他笑着点头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微微，这次我能待1周，组织特批的假期。跟我回家。好。回到家，唐玲薇一脸淡漠地望着他。说吧，哪里受伤了？没有。楚静燕说完就开始脱外套，接着褪去衬衣，后背有几处伤痕，但那都是旧伤，至于别的地方，并没有新的伤口。然而他的这个举动惹得唐玲薇脸红耳热了。你告诉我就好，干嘛脱衣服？我只是让你看得更清楚，毕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微微，我确实是死里逃生，所以组织才会让我来家一趟。不过我没有违背对你的承诺，好好的活着回来了，而且还成了楚营长。真的？他一脸的惊喜。楚静燕凑近的捏住他的小手，我想让你为我自豪，不知你现在觉得如何？唐玲薇踮起脚尖的在他薄唇亲一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，我很自豪，就不知楚营长在忙着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可有想我？有想，而且风一般的想你。楚静燕弯腰抱起他，大步地走向床边。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了。窗外下着鹅毛大雪，屋里却是分外的撩人。唐玲薇心里是喜悦的，毕竟两人结婚半年，终于可以当真夫妻了。而另一边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唐夏瑶从服装店回到旅馆，就看到刘展阳正在跟服务员打情骂俏，没好气地瞪一眼他，就摔门进屋了。刘展阳识趣的也跟着进屋，凑近想亲热。瑶瑶，我想你了。你疯了，我才刚流产，不能在一起。唐夏瑶一脸嫌弃的将他推到一旁，而刘展阳也不恼，笑呵呵的又凑过来。我明天还要去南方，钱你借到了吗？我只借到500，不过要明天上车前再给你。听到好消息，刘展阳更殷勤了，温柔地帮他揉腿。瑶瑶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一定能做成生意。这次要是再失败，你就安分地回家种地，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嫁给你。唐夏瑶有些后悔了，想当初她嫁给楚静燕，没半年就复员回家，而现在的楚静燕竟然好好的待在部队，而且还提干了。反倒是要成为首富的刘展阳，好心好色又好赌，做生意没一点头绪，完全是扶不起的阿斗。难道是他选错了？可明明上一世的时候，
刘展阳是商业奇才，而楚静燕却活得穷困潦倒，一定是时机未到，才让他们没有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瑶瑶，我真的爱你，一直都深爱着你，你不能抛弃我呀。刘展阳委屈巴巴地抱住了他，一脸痴情的样子，让唐夏瑶又心软了。我肚子疼，给我倒杯红糖水去。好嘞。刘展阳去冲红糖水时，还不忘撩拨老板娘，活脱脱的一个渣男，走到哪爱到哪。唐夏瑶醒来后找不到刘展阳了，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借来的500块钱。在无助的时候，他只能去找唐凌薇。再看到一旁的楚静燕，一身军装，十分的稳重帅气，让他眼神都变炙热。妹夫，你也在家？楚静燕敷衍的态度让他眉头一蹙，凑近的想要说悄悄话，却被他直接躲开。而倒水回来的唐凌薇并未发现端倪，反倒是楚静燕凑在耳边低语地说：我讨厌你姐，先去外面了，晚上记得来家吃饭。楚静燕摆摆手就转身出门了，态度很冷淡，让唐夏瑶满意的一笑。她的冷漠果然对谁都这样，让她心里平衡几分。姐，家里没啥吃的，你就将就吃口吧。说完，唐凌薇递过来一个煮地瓜，凉飕飕的触感让唐夏瑶眉头一皱，先放那吧，我现在还吃不下。薇薇，你姐夫不知去哪了，你帮我找找呗。行，等我去跟老板请假，不过万一请不下来，那就只能你自己找了。姐，你也知道我挣的钱少，每一分都有用处，要是请1天假就扣我10块钱。听他这话，唐夏瑶递给他20块钱，你请1天假，这钱就归你了。姐，我现在就去请假。唐玲微笑着走出家，正要拐弯，却被一只手给扯进怀里了。楚静燕一脸委屈地望着他，你姐来了，你就这么兴奋？我这么久没回家，倒没见你朝我这般笑。你连我姐的醋都吃，楚静燕，你好没出息。唐凌薇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扣住后脑勺，低头吻上粉唇，虽只是蜻蜓点水的一吻，也让两人都脸红起来，气氛变得异常暖昧了。今天你帮我去看店，我跟大姐去找刘展阳。找人可以，不许多看他一眼。楚静燕严肃地说。好，我蒙着眼找他，这总行了吧？他还是一脸的不放心，还是我帮你们去找，他也就去那几个地方，我比你们清楚。当天夜里，楚静燕就带着输光的刘展阳从外面回家了。唐夏瑶看到他回来了，抬手就给一巴掌，让刘展阳嘴角都破皮了。瑶瑶，我是被逼的，他们非要我玩一把，我这才收不住手的。他还想装委屈，却被唐夏瑶一把推倒在地。你以为我傻呀？把钱给我，我们离婚。不能离婚，你都为我流产几次，没人肯要你了。胡说八道，我就算生个孩子，也照样能离婚，谁爱跟你过就过去吧，反正我不会再要你。唐夏瑶气到发疯，对着刘展阳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等到冷静下来后，才长吁一口气的看一眼满脸是血的刘展阳，跟我回家。他刚才是被气糊涂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等到回家了，再好好的收拾刘展阳。关了门，楚静燕温柔抱住了唐凌薇，薇薇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我为什么要离开你？他笑着反问。
你越来越优秀，而我还只是一个营长。唐灵薇环住他的窄腰，用手在鼻尖点一下，才意味深长地说：我好不容易嫁给你，岂会舍得抛弃你？楚静燕，你还是不够了解自己，在女人眼中，你是稳重帅气又十分有出息的楚营长，哪个女人不爱？那你爱我吗？他脸红地问。唐灵薇主动吻上薄唇，两人纠缠许久，他才羞红脸地说：我只想跟你过一辈子。自从唐夏瑶和刘展阳争吵过后，就彻底断了让他去南方的想法。他想着，如果刘展阳注定会成功，那不如让他去厂里上班，或许能混个厂长，也够让他风光的了。赵厂长，你找我。唐夏瑶是厂里的播音员，声音自然甜美，不过是轻飘飘的一声，就让赵爱国心里痒痒的了。你男人工作的事，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下周就能来保卫科，让他先干着，过段时间给他一个副科长的职位，锻炼上几年，当个车间主任不成问题。赵厂长边说，手不老实地捏一把他的纤腰，柔弱无骨的触感让他心里更痒了。赵厂长，急啥？你今晚值班，我在外面的小旅馆等你，保证让你满意。真的？赵厂长有些受宠若惊，看他的眼神变得更炙热了。唐夏瑶在他脸上亲一口，才笑着说：我骗你干嘛？爱来不来？说完，他就扭着腰走出厂长办公室了。入夜，寒风凛凛，赵厂长一脸急切地推开门走进了房间，抹黑的想要吻床上的人儿。正有兴致时，屋里的灯突然亮了。他在看清屋里的人后，脸色煞白：媳妇，你咋来了？在这屋里的不仅有躲在角落的唐夏瑶，还有赵爱国的媳妇和他小舅子，就连刘展阳也在其中。而刚才他的一举一动，现在想起来，让他老脸都憋得通红了。说说吧，他肚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赵爱国媳妇掐住男人的耳朵，气鼓鼓地问。是他勾搭我的，我都拒绝很多次。是他非要给自己男人找份工作，死缠烂打也要粘上我。媳妇，你要相信我。听赵爱国撇得一干二净，唐夏瑶苦涩的一笑：赵厂长，我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要是不想承认，可以去医院做检测。我想你们也不想把事闹大吧？瑶瑶，你真的背叛我了？刘展阳痛苦地问。他没有想到自己打心里喜欢的女人竟然背叛了他。你背叛我的事做得还少吗？刘展阳，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为你找个工作，我至于这么作践自己？你……刘展阳起的脸色煞白，懒得再看他一眼，直接摔门走了。当他走后，唐夏瑶的悲剧才真正的开始了。几个人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顿的拳打脚踢，直到倒在血泊里，他们才停下来。唐夏瑶被送进医院后，直接进了手术室，再出来时，她已经失去子宫了。而等待她的还远远没完。唐夏瑶，我们离婚吧。刘展阳来到病房后，冷冷地说：你竟要跟我离婚？刘展阳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是为你才变得这样，你竟现在要抛弃我，为什么？你在唐灵薇身边时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，可到我跟你在一起，你却是如此的无能。唐夏瑶哭泣着质问。你说的我听不懂，但我只能警告你一句，唐夏瑶，你的掌控欲太强，
让我窒息。就算是换了别的男人，也一样会被你逼疯。我本来可以过平常的日子，你非要让我当大老板，我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为了给你挣钱，我只能去赌钱，才变成现在的模样。听了他的控诉，唐夏瑶发疯一般的笑了。走到这一步，都怨我了。不然呢？我同意跟你离婚了。唐夏瑶踉跄着起身，简单的收拾一下，就跟着刘展阳去办离婚手续了。看来他这一生又将会是悲惨的过完了。为什么到头来受伤的总是他？唐夏瑶早早就出院了，来不及养好身体，就去厂里上班，结果被厂公办通知，他因为行为不端，已经被厂里开除了。他望着天空的雪花，苦涩的一笑。既然老天这么绝情，那自己就不如拉几个垫背的。楚静燕拿着调查通知，微皱眉头。我相信组织愿意接受调查。原来是有人举报他，给领导送礼，还不止一次，只为能满足自己当官的私欲。楚营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如实调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楚静燕被组织停职放假回家。一时间，关于她的不好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在传楚静燕这次是被部队开除了。唐凌薇温柔地从身后抱住她，凑在脖子亲一下，才安抚她：楚静燕，你别苦大仇深的，就算是被开除，你还有我呢。你不嫌我丢人？她苦涩一笑。你是我的丈夫，别人都抛弃你，嫌弃你，我也是你最后的依靠。我唐凌薇对你不离不弃，而且我也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楚静燕感动地凑在粉唇啄一口，才一脸幸福地望着他：微微，有你真好。过了半月，楚静燕的处理结果出来，因为她无私帮助战友的遗孤，而非给领导送礼，经组织会议决定取消休假，即刻回部队，而且还让她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去外地深造1年，再回来时估计就不是楚营长了。微微，我这次要离开1年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楚静燕不舍地望着他，而唐凌薇淡然的一笑：我都被你拉来部队大院，你觉得有人敢在这欺负我吗？那我也不放心。你安心去学习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而且隔壁的2个嫂子也都是温柔好说话的，她们也会照顾好我的。楚静燕眉头紧皱：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，但就是怕你爱上别人，毕竟你现在已经生意做得这么好，我怕你怕也没用，我的心自己做主，你的态度决定我的去留，懂吗？他在雪白额头亲一下，才悠悠地说：我现在的态度能让你为我留下来吗？我等你回家。好。望着楚静燕离开的背影，唐凌薇静1秒就怅然若失了。说好的以事业为重，可他分分钟就思如泉涌，根本没法安心工作了。1年后，唐凌薇正在厂里忙着，就见母亲走进办公室，望着明亮宽敞的屋子，母亲明显被震惊到了。妈，你咋来了？唐凌微笑着拉着母亲坐在沙发里，倒一杯热水，才又开口：妈，你来之前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微微，你现在是大老板，妈都不敢认你了。妈，我就是瞎忙活。母亲微顿片刻，才开口：你姐快不行了，妈想让你去看看她，劝一劝你姐，让她能想清楚，
好好的活下去。妈，我明天就去看我姐。一个破旧的出租房，唐灵薇推开门的声音吵醒了床上的人儿。唐夏瑶微睁眸子，先是震惊，才挤出笑的坐起身。是你来看我笑话的？姐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营养品。唐灵薇坐在床边，望着屋里的环境，竟有些心疼起这个与自己同父同母的姐姐了。前尘往事她已经不在乎，只希望唐夏瑶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听说楚静燕现在是副团长了。唐夏瑶眼里闪过一丝落寞。我还听说你现在开了一个服装厂，刚开始筹备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成。他谦虚的态度更让唐夏瑶心里发堵。唐灵薇，你是不是也是重生回来的？是的。那你为何明知刘展阳是未来的首富，还将他让给我？唐灵薇无奈的苦笑。姐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刘展阳离开我，他就是一无是处。毕竟有生意头脑的人是我，而非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楚静燕明明会腿瘸被迫转业，为何她在跟你结婚后就变得扶摇直上，现在竟成了副团长？唐夏瑶心里一直想不通。因为在结婚那晚上仪式的时候，你跟他百般纠缠，让他在执行任务时腿脚发软而出现意外。而我吸取你的教训，我们连交杯酒都没喝，就让他安心的去执行任务。一个极度冷静的男人，又怎会出现重大的意外呢？原来如此，唐灵薇，你好谋算，竟将我耍得团团转。唐夏瑶哭得眼泪婆娑了。姐，一切都是你的选择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，倒是你不仅离间我们夫妻，还举报楚静燕，是一刻也容不得我过得好。难道我任由你胡闹，也是我错了吗？唐灵薇叹口气后，就想转身走，却不想唐夏瑶手里竟多了一把水果刀，抵住了唐灵薇的脖子，眼看就要穿刺雪白的梗子。一个黑影闪进来，一脚踢开刀子，将唐灵薇稳稳地护在身后。而刀子在落地时，不巧割伤唐夏瑶的脸颊，嫣红的血顺着脸颊流下来，十分的刺目。你没事吧？楚静燕将人儿护在怀里，温柔地问。我没事，你来得刚刚好。唐灵薇一脸幸福地笑着，两人的亲昵让唐夏瑶恨得牙痒痒。唐灵薇，你又算计我，是你要杀我，我只是自卫而已。我已经被你害过一次，难道还会傻的再被你害一次？姐，人善才会有好下场，就你总想着害人，好事也会变坏事。要不是横在中间，我早就是团长夫人了。他恶狠狠地低吼。楚静燕冷漠地瞪一眼他。唐夏瑶，就算重新选100次、10000次，我也不会选你。你别痴人说梦了。那如果没有唐灵薇呢？他宠溺地看着唐灵薇，眼里尽是柔情。如果没有她，那也就不会有楚静燕了。说完，两人相依偎地走出破出租房。被甩在身后的唐夏瑶眼睁睁看他们离去，一颗心揪揪的都要碎了。为什么两个男人在离开他后，一个成了令人敬佩的楚副团长，而刘展阳也变得越发优秀，成了村长的好女婿？可偏偏自己却活成了令人厌弃的样子，失去当母亲的可能，连1日3餐都没有保证，现在还被自己毁容，一手好牌愣是打得细碎了。2年后，
唐灵薇在医院生下一对儿女，凑成一个好字。而楚敬燕也从副团长成了楚团长，才不过29岁的年纪，就已经是团长了，可谓前途无量。他温柔地望着床上人儿，凑到额头吻一下：“微微，我们的儿女，你有想好名字吗？”倾国、倾城，好听。楚敬燕抱着自己的儿女，一脸的幸福。倾国、倾城，你们有名字了。将一双儿女哄睡后，楚敬燕温柔地守在唐灵薇身边，宠溺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，让人脸颊一烫。哪有你这样看人的？直勾勾的好吓人。吓人吗？我倒觉得刚刚好。微微，我想你了。他凑近在额头亲一下，顺势捏抓她的小手。微微，有你真好，给我了一个温暖的家，以后我们一家4口将是最幸福的一家人。唐灵薇擦净他眼角的泪，男人还这么爱哭，你这副样子，若是让外面的兵瞧到，你就丢脸死了。不怕，他们早就习惯了。一向冷漠无情的楚团长是一个地道的老婆奴，而且还是以宠妻为荣的男人。唐灵薇被他感动到了，主动地攀上脖子，眉眼含笑地吻上薄唇。我喜欢你的糙汉柔情。全剧中